游船航行了一夜，早晨到了丰都鬼城。今天上午的行程是去丰都鬼城，是包含在船票里的。这是世纪游船上的餐厅，早餐也是自助餐。虽然没有5星级酒店的早餐丰盛，但是也相当不错了。还有面条。其实对我来说，再丰盛的早餐，也就是包子豆浆最好吃。吃过早餐，大家分组编队去丰都鬼城。从船上走上岸边，要爬很高的台阶。从游船码头到丰都鬼城景区，要坐几分钟的景区车。我们是5号船，我们稍微等一下啊。这个就是丰都鬼城的牌楼，上面写着天下名山。这个景区也是名山景区。景区广场上的白无常塑像，景区的客服中心，门票现在应该是90。丰都鬼城的说法有很多种，一般到这种地方旅游，最好是听导游讲解，真的是3分看7分听。鬼城主要的游览景点都在山上，可以徒步，也可以坐缆车，缆车往返35块钱，不过徒步也就10几分钟。这个山上实际上2个景区，左边是双桂山，右边是名山。这座桥是阴阳双桥，桥那边就是双桂山了。右边就是名山，丰都鬼城都在这个名山上。丰都鬼城最著名的几个景点包括奈何桥、鬼门关、黄泉路，还有阎王殿。这些景点都是从缆车的终点往上。当然徒步的这一段也有几个景点，这是哼哈寺，前面这个是报恩殿，里面供的是地藏菩萨。报恩殿门前都有这个文字介绍。从缆车的终点站开始，这边游客立刻就多了起来，因为有很多老年团都是坐缆车上来的。这边有3个建筑：中国神曲之乡、药王殿和财神殿。人口呢特别多，3300多万人。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丰都县呀，它的人口也不少，足足有85万人。这个是我们组的导游，从头讲到尾。县城已经石沉江里被水淹了，老县城在哪儿？这个地方它的原名叫做幽都。我们知道这个幽吧，是幽香、幽静、幽灵，所以说幽都啥意思？灵魂归宿之处。那其实传说当中呢，据说呢，不管是谁，不管是王侯将相、达官显贵，或者是每位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那么每个人呢，在百年终归之后的某一天呢，这个灵魂都会来到幽都，向掌管人类生杀大权的鬼城的阎王爷、阎罗王来报道。那根据这个人呢，在阳间的表现，功过是非、善恶对错，我们把这世上的人呢分为2种，哪2种呢？就是好人与坏人。那么小子怎么来第一个人这来了？感觉今天的旅行团太多了，乌泱乌泱的。我就先跑到对面，我来等大家，你就慢慢走哈。现在是这个位置有3座桥，其中中间的是奈何桥。桥上有2个扮成小鬼的人，给大家一起照相。这个是廖阳殿，这个大殿门口有3重门，
一定要左边进，右边出。导游太能讲。我们这艘船上还有一些老外，专门有外语翻译。右边的虎门出来，这个出虎口处的一个工作圆满。又来了好多波游客。这里有个小亭子，星辰墩。既然来了，咱们就要来享受当年这个领导人的一天的30%到40%，所以说今天呢，如果能帮得上去的话，这个活动的像石头一样的墩子，重达365斤。奇迹，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待会儿如果您发现了阴阳成河之后，可以呢去吃羊羹。咱们呢都可以摸摸转一试看到没有？这专业的果然不一样。3、2、1。特别厉害是吧？特别厉害。所以说看了之后呢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咱们阎王爷脚下来在面前，我们有舍有得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可以给他的比如说10块20块的这种爱心，咱们自己呢能怎么样？感谢我们所有的嘉宾。谢谢我们的厉害的朋友这边。当然根据这个心意，您多少有心意的这个高兴。往前继续参观，这是33重天，实际上是非常陡的33级台阶，通向天堂之路。现在来到了玉皇殿，殿前面一个石碑写着4个字儿，能认出来吗？为善成和，这4个字都有一个口。玉皇殿里面的玉皇大帝。左边的现在到了重要的鬼门关，门前有16个鬼把门，这是色鬼。这个角色长得像个欧洲人。无私的大爱，这是酒鬼。鬼也有善恶，他就是好鬼。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好朋友，这一位呢也是好鬼，他叫做酒鬼。鬼门关实际上就是个牌楼。现在来到了黄泉路。我都不着急，等他走吧。这个黄泉路有50米长。两天咖啡奶粉，第3天。最后一次望望家乡，并且思念亲人。那久而久之，便延伸了这样的一句话，叫做“望乡台上望家乡，望得两眼泪汪”。这是一座7级宝塔，镇河妖用的。这是最后一个重要的景点，天子殿。1, 2, 3, just like this. 黑白无常，这个白无常雕得像济公。这里面供奉的就是阎王爷了。
很多游客都在这里拜了阎王爷。基本上丰都鬼城可看的就是这么多东西，这就是中国唯一的一个鬼城。鬼城所在的这个名山景色还是不错的。下面这个就是长江，差不多2个多小时就结束了丰都鬼城的游览。人们都说丰都鬼城走一走，活到99，这也算是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和收获吧。今天我们的世纪游轮停留到了中县，也是一座以前没听过的县城。晚上游轮组织了一个自费项目，看烽烟三国的表演。这个表演票价不低，290，但是报名的人特别多。本身我自己也喜欢看演出，所以这个节目当然不能错过。这个演出场地也像是个景区，依山傍水，很漂亮。左边这个城楼里面就是演出场地。今晚的天气非常好，红霞满天。这个烽烟三国是以长江为背景，以壮阔的三峡为舞台，是一个大型的实景演出。现在到了演出场地，非常大的一个舞台。这个演出是以三国文化为历史背景，以关羽为主角，打造的是以忠诚精神为灵魂的文化演出盛宴。风卷云舒，朝廷赶上相亲，极其可畏。这是开篇的序曲，揭示了东汉末年分三国、烽火连天不休的大幕。这应该算是第一幕，桃园三结义。这个舞台有一个长达300米的空中威亚系统，这是威亚吊起的桃园，美轮美奂。刘备、关羽、张飞分别出场。舞台上3位勇士骑着马狂奔。告别曹营，兄弟3人加入曹操率领，讨伐董卓的联盟大军，同时相世纪，才被回来的汉雍王而登上皇位，史称汉昭灵帝。人山水河断，当阳桥下退万千，曹追兵，3国将危急，绝望。再看关羽是燕运青红，南极见忠义，他威尊清酒于案头，其到处让应董卓大将华雄乱伦，生大阵，还生大局，上列华雄人头未取来，因此关羽一战成名，3人为诸侯。这一幕是3英战吕布。杀得昏迷
片黑地，只逼得吕布老夫化己，策马而逃。这一幕应该是下邳之战。观众席也是可以移动的。接下来一幕的故事应该是深陷曹营，每天觥筹交错，歌舞升平，但是关羽很郁闷。接下来有一幕是千里走单骑，还非常绚丽魔幻。人生的忠诚。这一幕是火烧赤壁，现场烽火连天，赤壁之战以少胜多，大破曹军。站住！尽军失令，关某在此，等候多时。这就是华容道的故事。这一幕非常炫，巨大的石雕，关羽突然弯下了腰。杀你为无义，罢了。走。这一幕关羽的选择超越了常人，给世人留下了关于忠义和信仰的思索。接下来还有单刀赴会，还有后面的一幕水淹七军。场面极为恢宏。最后关羽败走麦城，惨遭杀害。英雄一介济南，几天清流泪。可以说关羽一生驰骋沙场，立下赫赫战功，千秋忠义，万世流芳。江山与我共醉，不见不怕。
人那日回首，当迟暮的月天，的月未来。我个人看了这个演出，还是觉得挺惊喜的，可以说不逊于印象系列和千古情系列。最后全体演员的谢幕，赢得了在上所有观众的热烈掌声。如果你有机会来三峡，还是建议你现场来看这个演出，真的非常精彩。这里就是三峡，很幸运，坐游轮游览三峡的时候，遇到了最好的天气。我这次游览三峡乘坐的是世纪游轮的荣耀号，每天除了安排一些上岸的景点之外，很多时间都是在船上度过的。这个是游轮3层的一个 VIP 甲板，这个甲板位置很好，非常舒适。不过这个是额外付费的，148元，可以全程任何时间来这里休息，并且无限次的提供饮料、酒水、水果和点心。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花了100多块钱，大部分时间我就是在这个甲板度过的。相比于顶层的甲板，虽然这里空间不大，但是人很少，非常安静，关键是视野很好，可以说是观看三峡风景最好的位置。参观完白帝城，返回游轮，就开始了真正的三峡之旅。这个就是从船上看到的白帝城。白帝城就是三峡的起点，这里就是瞿塘峡，眼前就是夔门。人们经常说夔门天下雄，这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。以前没修三峡大坝的时候，这里的航道非常凶险。过夔门的时候，甲板上陆续来了不少人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而且长江的水碧绿碧绿的。瞿塘峡是三峡最短的一段峡谷，只有8公里，但是也最为险峻。可以看到山上的岸边有一条白色的，那个都是最近泄洪之后水平面下降的痕迹。
这是航道上的另一艘游轮，不到半个小时，船就经过了瞿塘峡。过了瞿塘峡，开始吃午餐。很多人想了解船上的午餐是什么样子。自助餐对我来说算是丰盛了，有小龙虾、鸭肉、鸡肉、各种蔬菜、鱼。几种汤，还有饮料、水果。这个是麻辣鸡，还有我爱吃的水饺，还有各种甜点。饭量也不算大，吃一点就够了。午餐后休息了一会儿，继续到甲板上，一会儿将会经过巫峡。这是三峡上一座漂亮的桥，三峡上的桥大部分都是红色的。两岸秀美的风光吸引了很多游客来到甲板。记得小时候看到过很多关于三峡和长江上的电影，印象比较深的有《巴山夜雨》、等到满山红叶时，后来还看过《三峡好人》，还有电视纪录片《话说长江》。但似乎只有今天看到的长江三峡是最阳光明媚的，而描写三峡的诗歌和歌曲就更多了。小时候很喜欢的一首歌《等到满山红叶时》，不知道秋天这里是不是真的满山红叶。巫山有12峰，很多山峰形态各异。现在经过的是神女峰景区，神女峰是巫山12峰之首。记不住小时候那个电影《神女峰的迷雾》是不是这个神女峰了。据说在三峡上能看到神女峰是非常难得的，因为一年365天，大概有300天这里都是不好的天气，而神女峰整个的神女高度只有6米多，从江上往山上看去，一个6米多的神女是非常非常小的。前面再转一个弯就可以看到神女峰了。这是巫峡里最美的一段风景，也是最神秘的神女峰。现在神女峰已经出现了，你能看出来吗？非常非常小，看上去就像一个小米粒儿。甲板上的人都在辨认着。仔细看，那两个尖尖的并不是神女峰，而它的下面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小凸起才是神女峰。
再仔细看一次，找到了吗？今天可以说在船上完美的欣赏了三峡中的瞿塘峡和巫峡。而更为幸运的是，在船上看到了三峡壮美的落日夕阳。这里就是6层的甲板。甲板上竟然一个人都没有，只有我一个人静静地欣赏日落。今天下午，邮轮安排了免费的行程，去坐小船游览神女溪景区。据说这个神女溪就像以前的小三峡。下午好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欢迎你们啊！欢迎你们来到神女的故乡巫山游览观光。首先呢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来自巫峡神女旅游公司当地的地陪导游，我姓刘，文刀刘，大家可以叫我小刘啊。入乡随俗呢，在我们当地，我们即将要走进的那一段峡谷，两山边的老百姓有80%的是土家族。我们所穿的服装也是我们当地的民族服装啊。今天的船老大啊，我们的船长师傅在前面为我们开船。2位可以说每次游览安排的地陪导游都特别认真。有100多米深啊，这里有100多米深。那么这个下边除了有成千上万的鱼类，还有2只鸡啊。水下边除了鱼还有鸡呢。这个美女导游就是本地人，对本地特别了解，全程的解说得到了我们一致认可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重庆市的巫山县，有听说过巫山吗？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这个里边的巫山就是我们今天走进的这个地方。巫山县是重庆市最东边的一个县城，素有渝东门户之称。山里边，他们住在大山里边，过着怎样的生活呢？开门见山，出门下山，回家就爬山，反正呢就这个神女溪景区还是修了三峡大坝之后出现的一个新景区，以前都进不来，就在神女峰的对面。我们今天来的这条河流是我们巫山县目前为止唯一不通车的地方。这个大山里的老百姓还没有结束交通靠侧的生活。经济的发展，这个是有弊的地方，其实也有利。有利的地方，第一个呢，就在于我们今天能够进入到这个峡谷，欣赏到这个峡谷里边原始古朴的峡谷风光。还有了就是，正是因为这些大山，造就了我们山上一类特殊的人群。这一类人群呢，被统称为三峡蜘蛛人。那这个里边的蜘蛛人是干什么的呢？采药。对，那么他们就是靠山吃山，祖祖辈辈靠采药为生的药农。大树下边能够看见一户人家吗？大树下边有房子，那一片山就他一家人。我在10岁的那一年呢，我妈妈是老师，她调到这里当夫，我就跟着去了。他们现在呢，工作在这边，回到老家工作之后呢，不太忙的时候，1个月回一次大山。我们这个大山里边啊，来了客人之后，非常的好客，非常的热情，非常淳朴，都会舍得把家里好的东西拿出来款待客人。那么首先进门之后要喝3碗东西，第一碗是什么呢？就是水。那么这个水不是白开水，也不是矿泉水，那么我们喝的是树叶的水。这个大山里边喜欢喝酒，
那么喝的酒不是啤酒，不是白酒，都是以药酒为主。到第2年夏天这个期间，只喝一种酒，这个酒呢就是蛇哥打泡的花雕酒。山顶上出现了一只大大的手掌，看见了吗？这是冰龙大只铺开的一只大手掌。那么这一只手掌是谁的手呢？财神爷的大手哦。那一只手呢，我们的村民们认为那只手就是财神爷赐给他们的，财富之手。因为一进入这个手掌峰，我们就进入了天然药库。这个美女导游讲得太细了，现在开始进入了神女溪的峡谷。这条峡谷大概有10多公里长。三峡大坝建成前，这里可以说人迹罕至。直到三峡3期蓄水之后，人们才可以坐船到溪内峡谷纵深处探秘。这个峡谷里有巫山12峰的好几座山峰。峡谷内可以说峰峦叠翠，云遮雾绕。那个水真的太绿了。前面这座山像一个官帽，下面有一个洞，里面发现过很多玄关。现在的神女溪名气越来越大，有人甚至认为来长江三峡如果不进神女溪会留下遗憾。我们所行进的这个神女溪将近10公里的景区，可以说巧夺小三峡之奇秀，也具备了大三峡之雄险。虽为巫山之山，却好像桂林的漓江山水。现在到了游船的折返点七女塘，好像是仙女洗澡的地方。很多人还想了解现在有没有小三峡，答案是有的。不过三峡大坝建成之后，小三峡那边水域也非常开阔，失去了原来的一些感觉。这个神女溪反倒是比较像原来的小三峡了。游船就这么慢慢地在神女溪行进，听着导游美女的解说。这个小美女的声音非常清脆，大家强烈建议她为我们唱一首歌。导游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我们的请求。台上没有音乐，有没有节拍？帮我打下拍子好吗？谢谢你们啊！一杯一个秋儿嘛哟耶，棒儿的针嘛哟哟，不缺那个金锅嘛呀一袋味，你呀好吃的亲啊
哟哟，经过那个舞池嘛哟耶，这一杯酒嘛哟哟，我为那个出家了一袋味，一见心咯哟哟，小情歌呀，小情马儿嘞，蓝水蓝丢，情过过蓝水，儿又蓝丢啊，小情歌呀，小情马儿嘞，下呀不得肉啊，蓝水把情流，蓝水把情流，小情歌呀，小情马儿嘞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我们还能够听到村民唱的山歌，因为我们唱的呢还是加了旋律在里边，经过改编的。那么村民呢以前会在这个边上会唱山歌，不是安排他们在这个地方唱，是他们自己下来的。那么自己在这个地方看到船来了之后，就看到就会先唱山歌，吸引船的注意，然后呢就会招呼我们的船靠一下边，靠一下边之后呢，再升一根竹竿，下面一个布袋子，里面装一些什么呢？我们山上的三大坨。非常开心的一次神女溪景区的游览，回到船上吃晚餐，正好给船上几个过生日的人开了生日小 party。蛋糕、生日贺卡还有生日礼棒将会时间送到时间。Alright, right now, right here. 有些网友问，这船上的自助餐是不是收费的？当然不是，这些都包含在整个船票里。包括有3个旅游项目也是包含其中的，上次的鬼城丰都还有今天的神女溪都是免费的。今天的晚餐也比较丰盛，明天也会免费游览三峡大坝。我还特别报名参加了一个三峡大坝的升船机的项目，体验一次坐船坐电梯一样的通过三峡大坝，敬请关注明天的行程。今天世纪邮轮到达了三峡大坝，这里是宜昌的茅坪港，远处可以看到三峡大坝了。从世纪邮轮换到了一艘小船，我们要乘坐这艘将近3000吨的小船去坐三峡的升船机。清晨的三峡大坝，远远望去雾气蒙蒙的。这就是令中国人自豪的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。这是我第一次坐船经过三峡大坝。记得以前来三峡的时候，坐船经过了葛洲坝的船闸，当时也没有什么换船之说。现在如果通过三峡大坝有2种方式，3000吨以上的大船都要通过5级船闸通过。坐船通过船闸并不新鲜，以前都体验过。我也在世界的很多河流上通过过船闸。三峡的船闸是5级船闸，要分别通过5个船闸，耗时非常的长，大概要3-4个小时。目前在三峡上通过船闸的船几乎都是货船，所以现在很少有大型的客船通过三峡大坝的。我今天来体验的过三峡大坝是坐升船机，前面这个闸口就是进入升船机的通道，而乘坐这个升船机，船体的重量不能超过3000吨。现在开始进入升船机的闸口。简单的说，这个升船机就像是轮船坐电梯，把轮船装进一个装满水的大箱子，直接从坝顶一步下降到坝底，整个时间大约半小时，
现在我们的船已经进入了水闸之中，游客们都在甲板上观看这个神秘的大建筑。我们的船已经开进了这个大水闸中，现在这个方向就是三峡大坝上游。现在这边开始关闸。三峡的升船机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之最，可以把一个3000吨的游船像吊起来装进水箱一样，坐电梯一样的直接下到100米下面。这是个巨大的工程，被称为大国重器。连同整个游船，这个升船机加上水，一共将近15000吨。你要想象15000吨的庞然大物，像坐电梯一样的运到下面80多米。这个升船机和船闸的方式完全不一样，船闸是通过连通器的原理来完成。以前的葛洲坝的大坝就是这种船闸方式。现在的三峡仍然有5级船闸，就是通过一艘船花费时间非常长，将近4个小时。而这个升船机只需要40分钟。现在升船机已经开始缓慢降落。船上的人都在抬头看，头顶落差100多米。记得当时三峡的升船机启用的时候，中央电视台还做了现场直播。此系统是属于三峡升船机的驱动系统，是原齿条的一个爬升动力。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我们三峡升船机的另外一组系统——安全系统。我们可以往2个角落平视过去看，有一个钢架，里面正在旋转一个亮灯的物体，属于三峡升船机的第3个系统——安全系统。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船箱加水加船，它的一个总重量是15500吨，那这15500吨的重量，它是完全悬空在下行的。那如果说我们悬空下行的过程中，在船上一旦发生意外危险，就好比说船箱发生漏水，箱体发生倾侧，一旦超出它事先预定好的预定值，那这个安全系统它就会立刻4角锁定。原因就是他们那边没有安全出口，没有一个逃生通道。那如果说他们3到4个小时在船上一旦发生意外危险，那么是只能等待救援，是不可以自救逃生的。那这也就是大家今天物品来体验的是我们三峡升船机，而不是隔壁5级船闸的一个原因。那三峡升船机它不仅提升速度较快，而且安全系数也较高。那这边大概还有半分。其实体验三峡升船机是自费的，290一个人。不过绝大部分人都参与了这次体验，毕竟这是一个大国重器的工程，也当作是为祖国建设做贡献了。现在游轮抵达了坝底，另一侧的船闸打开，和前面的三峡又连起来了。三峡升船机是2016年开始正式启用的，也算是三峡工程的最后一件大型工程。这项工程也创造了多项的世界之最，真的为祖国感到自豪。我们乘坐的体验游轮驶出了船闸。
现在经过的这个地方是秭归县，屈原的故乡。眼前这座漂亮的大桥就是西陵长江大桥。过了三峡大坝，我们先就进入了三峡段的西陵峡。西陵峡也是长江三峡中最长的一段峡，大概60多公里。通过了三峡大坝之后，我们开始游览三峡大坝景区。我们的游轮游览三峡大坝是包含在行程费用里的。如果不参加刚才的升船机，在码头直接有车送到这个景区门口。到宜昌来参观三峡大坝，几乎也是必来的一个体验。毕竟这是一项举世瞩目的巨大水利工程。现在坐电梯来到了大坝山顶的观景台。来参观三峡大坝不能抱着观景的心态，因为确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风景，主要是来参观这个巨大的水利工程。三峡大坝这个水利工程一年的发电量要超过全国总发电量的 20%。 现在看到的这是5级船闸，前面有个绿地公园，有个三峡大坝的模型馆。两边发电左岸、中长岸，怎么区分左岸和右岸呢？面向长江下游，左手边为左岸，右手边为右岸。好，这是教给大家第3句话。那么其实呢，我们以前在三峡大坝的模型馆听完介绍后，继续往下走。现在坐电梯下去，这里可以近距离的观看三峡的5级船闸。目前这个船闸主要走的是货船，也有一些个别的客船。通过5级船闸要4个小时。在景区里还要坐一段摆渡车到下一个景点。需要起一个暂时固定的一个作用。这个地方又可以更近距离的来欣赏三峡大坝。小船就在这里排队，坐升船机、坐电梯37分钟，大家今天读过了37分钟，所以说的是大船爬楼梯，小船坐电梯，然后就12点45分回去就可以了。这个是三峡景区里的185。上面写的是185，为什么这里叫185呢？大家从这个门进去以后呢，脚下站的高度就是185米高，跟三峡大坝一样高，所以这里叫185。这个185指的是海拔高度，也就是从上海的吴淞口的海面到这里，海拔高度185米。在这里真的能体会到高峡出平湖。今天体验三峡升船机和游览三峡大坝，就是一个情怀之旅。结束了三峡大坝的游览，晚上来到了宜昌。感觉祖国的每一个地方都在欣欣向荣的发展，几年不见，刮目相看。今天告别了三峡的4天3晚的游轮之旅，不过感到意犹未尽，明天准备再去一下西陵峡的三峡人家，在西陵峡再坐一段游轮，体验一下三峡的最后一个西陵峡。也谢谢一直以来关注支持我的、点赞和评论的各位网友粉丝。今天在宜昌参加了个三峡人家的一日游，这是个纯玩团，团费比门票还要便宜。
先在景区坐景区的交通车到码头。现在三峡人家的入口设计的离码头挺远，必须坐景区的交通车进来。当然自驾也可以住在景区里的农家乐，离码头比较近。前面就是三峡人家的码头了，需要从这里坐船开到对岸的三峡人家的龙庆溪。虽然景区的交通又是大巴，又是轮渡，又是电梯，设计得很复杂，但是对游客来说，一天时间可以把这里的山山水水都逛遍，也是非常方便的。现在看到的就是景区的栈道，这些地方都会玩到。几年前来过这个三峡人家，印象非常好，所以这次又来了。从这个峡湾进去就是三峡人家的龙庆溪，这里有个码头，从这里下船开始游览。这个龙庆溪实际上也是水上人家景区，三峡人家也可以说是宜昌最美的一个5A 景区了。现在就进入了龙庆溪的水上人家。这条支流有点像一条龙的身子，这里有碧绿的溪水，翠绿的嫩竹。往前走就是龙庆溪，一般人念成进去的进，实际上是个天津的津。溪上人家有很多应该算是雇佣的群众演员，不过有了他们的点缀，拍出的照片确实更美。这里还有个猴山，有非常多的猴子，猴子还是比较规矩的，不轻易冒犯过往的游客。这个水上人家虽然经过了人工的点缀，但依然还是很美的。这里还有几处不是很大的瀑布。中午12点，前面的村寨有个表演。今天的表演展示的是土家族的婚礼。这是土家族的哭嫁表演。100天女。有个街道绣球的游客当了一下新郎。不去对吧？
两张就解开的。听我的下边的，画一层火箭啊，跳一层火箭，跳火箭。我交给你，交给脚，我说交给好，别别洗脚。20分钟的表演还是挺精彩的。这个表演就是在水上人家里面。现在从这里离开，龙庆溪的旅游线路也是一个环线，不走回头路。水上的土家姑娘在给游客告别。这个龙庆溪的水上人家还是非常漂亮的。现在离开了龙庆溪，沿着江边的栈道前往八王寨。这一段江边的空中栈道还是非常漂亮的。三峡人家的一日游大概在200元左右，但这里景区比较大，光门票加船票就210块钱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日游还是非常划算的。八王寨也是三峡人家的山上人家，这是整个三峡人家的导览图，实际上有3个大景区，主要来玩的就是2个大景区，龙庆溪和八王寨。八王寨在山上，如果觉得累，也可以花钱坐一个电梯，30元。前面就是八王寨了。八王寨有很多保留下来的一些建筑，而且这里每天安排了大量的民间表演。混把上场就下场。这是猴戏表演。那不送一人把香烧，听讲。山口路远，道路下的要慢些，不要慌张。落脚，猴子接飞刀表演。不要害羞啊，上来体验嘛，对不对？体验一把当皇上的感觉。这是当地的酒文化的表演。小李子、李公公啊，他们将会一起伺候皇上更衣哦，不是更衣，是斟酒啊。这是土家族喝酒时候高山流水的喝法，最后还要把酒杯摔碎。好酒量啊！你看一看2位贵妃伺候帅哥，他能坚持多长时间？山上人家的自然风景也是挺优美的。这里有一个大长号，
号称长江第一号，长度有将近20米。这里又有一个大型的表演。这些表演基本都是土家族的歌舞和各种绝技。仅仅是开胃小菜。接下来，大家这个大型的表演每天有好几场，基本都是整点演出。再往山上走，还有一些人家和八王宫。现在来到了八王宫，这里是当时八王在抗击秦人的过程中最后退守的一处行宫，就在三峡人家这边。行宫里面都有很多真人模仿。参观完八王宫，往山下走，沿途还有很多巨大的石碑、影壁。结束了三峡人家的游览，我选择了坐游船回宜昌，这样可以再一次游览西陵峡。这段游船大概要1个多小时，费用100元。西陵峡是长江三峡中距离最长的一段峡，大概66公里。西陵峡是在三峡大坝的下面，基本上是从秭归到宜昌这一段。北宋的文学家、诗人欧阳修曾在这里留下了西陵山水天下佳的千古名句。这次游览三峡，确实觉得长江的水非常的碧绿清澈。在这段几十公里的西陵峡上，有不少新开发的景区，这个应该是三游洞景区。这就是以前著名的葛洲坝，后来因为新修了三峡大坝，专程来这里玩的人就少了。前面就到了峡口山庄码头，至此西陵峡的旅行结束。北京老刘的整个三峡之旅也圆满结束了。接下来5一先回北京休整一下，节后会开启新的旅程。5月份去哪里比较合适呢？要回去想一想，请继续关注行走世界的北京老刘。